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：女人好命还是苦命，看她身上一个地方就行，很准确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里，许多事物都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无法被精确预见或规划。无论多么积极向上的人，也难免遇到一些不尽人意的事。然而，只要一个人的人生主航线清晰坚定，我们便能够依据它来评估命运的走向。面对相同的困境，不同女人会有不同的选择。有些女人选择勇敢面对，寻找解决方案，克服难关，而有些则可能选择自怨自艾，怨天尤人。因此，一个人的命运好坏，往往与其言行举止和所作所为大有关联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女人的言行举止呢？答案便是她的内心。实际上，一个女人是好命还是苦命，往往取决于她内心的态度和选择。命运虽然有时难以捉摸，但人们常说7分天注定，3分靠打拼。我们无法掌控的那7分，只能随遇而安。而对于那3分可控的部分，我们更应当全力以赴，绝不轻言放弃。1. 好命的女人心态平和。心理学上存在一种被称作自证预言或自我应验预言的概念，大意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。内心平和的女人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时，总能以冷静、勇敢和智慧去应对，而不是沉溺于抱怨和责怪。这样的女人懂得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，她们内心有一种温暖而向上的力量。她们理解，让负面情绪主导自己的行为和决策是不明智的，因此在人生中，她们表现得更加从容不迫，也更容易走向成功和幸福。更进一步的，一个女人的内心世界也会影响到她的言语表达。一个人的说话方式往往决定了他人对他的看法，以及他的人生高度。表姐年轻时曾陪同女老板接待了一家新客户，王总，项目聊得很顺利，气氛融洽。工作谈到尾声时，涉及到了一些浅层次的私人话题。王总提到了一位他们共同的熟人，林丽跟你很熟吧？听说你们还是大学同学。我来之前他就跟我聊到一些你的事情，说你业务能力特别强，大学时代就是班里的女强人。表姐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女强人这个词见仁见智，并不是完全的夸奖。我看了一眼老板，他保持着礼貌的微笑，并没有说什么。王总接着说，林丽还提到你是班里唯一一个和大学校友结婚的女生，你先生是同一所学校毕业，比你高2届。老板微微变了下脸色，停了一会儿，笑着接话，我和林丽自从大学毕业再也没有见面或者联系。看来他对我的情况还挺了解。王总答，他说和你是好朋友。老板说，可能我和他对于朋友的理解不一样。在我看来，我们是同学，在同一个班级上过课，但没有达到朋友的情分。朋友是双方都认可的亲密关系，我们还没有那么熟悉。表姐以为老板为了给客户面子，同时推进业务关系会给出特别八面玲珑的回复，没想到他那么说真话，心里又咯噔了一下。客户的脸上看不出喜怒，只有些微的意外。他顺着话题继续接，难怪呢，我请林丽打个电话引荐下，他居然推辞了，可见没有那么熟。不知道按照你的理解，我们今后是否有机会成为朋友？这话说得真难接啊。表姐为老板捏了把汗，只见他笑眯眯地说，谢谢王总您这么看重我，咱们今天第一次见面，对彼此的了解都比较有限，希望今后有机会多走动走动。那就不一样了，友情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。来，咱们先一起吃个午餐，加深了解吧。一场略显尴尬的聊天被相对热闹的饭局终止了。
回程的车上，表姐问老板：“您觉得这个客户能签下来吗？”他脸望着窗外，扭过头笑了一下，没说话。1周后，王总顺利和表姐签订了协议，还是笔不小的合约。我们不应忽视语言的力量，因为一个人所说的话，往往会塑造他的性格和命运。说话得体，既不交浅言深，也不讳莫如深，让别人清晰了解你的界限和距离。知世故而不世故，终会迎来好运。2. 好命的女人内心善良。一个心态端正的女人总是会善对生活的，而她对别人散发出来的善良与美好，也会反馈回到她自己的身上。内心的善良是女人最大的福祉。善良的女人，生活不会对她过于严厉。善良是女人内心深处最温柔也最坚韧的力量，更是她们最具魅力的特质。有句古话说：心慈则貌美，心善则面善。内心越善良的女人，越能收获福报，好运也将常伴左右。同是青竹自幼家境优越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。她不仅长相甜美，面如满月，柳眉杏眼，更是学业有成，工作出色。因此前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，但青竹心中早已有了自己的选择。在单位里，青竹与一位名叫张强的技术员相识。张强虽然家境贫寒，父亲早逝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但他勤奋上进，才华横溢，两人情投意合，最终结婚。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，但两人感情深厚，携手共度难关。他们白手起家，共同创业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终于在高档小区买下了属于自己的别墅，并将婆婆接来同住，婆媳相处和睦，家庭幸福美满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张强的乡下老家有一栋老房子，由于长期无人居住，已经破败不堪。婆婆觉得既然已经在儿子家生活了，便做主将乡下房子卖给了一户外来打工的西家。几年后，西家因家人生重病，经济困难，想将房子还给张母，并要求退回几年的房款利息。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张母的坚决拒绝。他觉得买卖合同已经签订，房子已经卖出，怎么可能再退回去呢？更何况让这户人家住了几年后，房子已经更加破败不堪，谁会愿意接手呢？然而青竹得知西家的困境后，却劝说婆婆答应对方的要求。她认为虽然西家的要求有些过分，但在这个特殊时期，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帮助。于是青竹劝说婆婆如数退回房款，并额外赠送了一笔钱给西家治病。西家对青竹的善举感激涕零，千恩万谢。几年后，这个村庄竟然迎来了整体拆迁。当初几千元卖掉又几千元收回的房子，如今价值连城。青竹家因此得到了2套房子和一笔丰厚的拆迁款。爱出爱返，福往福来，即如是。同样，我们的心态也决定了我们如何面对生活。我们对生活的态度、自我价值的实现，都将塑造我们的命运。不破不立这一成语，正是告诉我们，只有打破旧有的模式，才能创造新的可能。内心强大、胸怀宽广的女人，不会沉溺于自怨自艾，也不会被预设的如果所束缚。她们会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，选择一条虽然艰难但充满希望的道路。这样的选择也成就了他们的好命。3. 好命的女人懂得知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不可能得到所有的东西，所以一定要学会知足。一个好命的女人懂得知足的价值，她们不会因一时所得而沾沾自喜、傲慢无礼，也不会因暂时的不如意而自怨自艾、怨天尤人。她们懂得真正的快乐源自于对现状的珍视和满足，因此他们会在当下的生活中寻找快乐，而不是将精力耗费在与他人的无谓比较上。
必须承认，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无力改变的，如出生背景、家庭环境等，而我们能掌控的唯有自己。对于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，我们何不选择接受并随遇而安？强求那些无法改变的事物，远不如专注于做好我们能做的事情。前段时间，母亲打电话说表姐要离婚了，我很诧异，他们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，感情也一直稳定，怎么突然要离婚了？后来才知道了前因后果。表姐夫原来的工作很辛苦，几乎天天出差，每月仅有1-2次回家团聚的机会。然而，他的辛勤付出带来了丰厚的回报，月薪高达2万。表姐为了支持家庭，选择了放弃自己的事业，专心在家照顾孩子，并时常带着他们去看望公婆。表姐夫对此深感愧疚，对于表姐没有收入从未有过任何怨言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表姐开始感到自己的生活很孤独。家中水管破裂时，她只能独自应对一片狼藉。孩子幼儿园的亲子活动，她永远是唯一的参与者。邻居们的窃窃私语，更是让她感到自己像被丈夫所抛弃。在这种压力下，她希望表姐夫能够回到家乡，找一份相对稳定且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的工作。为了家庭的和谐，表姐夫最终妥协了。他在家附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，然而新工作的薪资远不及之前，家庭的经济压力也随之增大。孩子即将上小学，他们渴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。舅舅的60大寿也即将到来，需要筹备盛大的酒席。更让表姐感到焦虑的是，她再次怀孕了。面对这些压力，表姐开始为家庭的日常开销精打细算，曾经的消费习惯也变得犹豫再三。她开始怀念起表姐夫之前高薪的日子，尽管那时他们聚少离多，但至少在经济上没有太多的困扰。如今，尽管丈夫能够天天陪伴在身边，但生活质量的下降让她倍感失落。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，表姐和表姐夫之间的争吵日益频繁，表姐夫也感到委屈和不满。他认为自己之前的工作稳定且收入可观，是表姐坚持让他换工作，现在又嫌他赚得少。这种矛盾让他们的关系日益紧张，最终走到了离婚这一步。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人生有很多痛苦和纠结，都是来自欲望。总是上蹿下跳、爱折腾的女人，不仅达不到理想的生活，还会把自己搞得一身疲惫。林语堂说，人生幸福无非4件事：一是睡在自家床上，2是吃父母做的饭菜，3是听爱人说情话，4是跟孩子做游戏。其实幸福没有那么复杂深奥，不过就是学会知足，然后埋头静心地编织生活，在生活的细微之处收获乐趣罢了。学会知足，欣赏并珍惜眼前的美好，这是每个聪明人都应有的生活智慧。4. 好命的女人独立自主。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3个字就是我养你，因为这3个字是一副慢性的毒药，很可能把原本一个很优秀、出色、独立自主的女人变成了男人的附属品。真正好命的女人早已明白，只有自己最可靠。朋友文雅大学毕业后就被一家大公司录取，由于工作能力强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她遇到了后来的老公，老公是另一家公司的高管，收入是她的数倍。婚后，她的丈夫因不忍见她过度忙碌，且觉得她工资低，便劝她辞职。她用一句深情的话语触动了文雅的心：你既然嫁给了我，我自然应该负责养你一辈子。于是她听从了丈夫的建议，从职场回归家庭，成为了全职太太。在家的日子里，她为丈夫生下了2个孩子，每日的生活都围绕着家人的吃喝拉撒，忙碌到几乎没有时间去关注自己的形象。
然而，当小儿子3岁的时候，她意外发现丈夫有了外遇。面对这一打击，她试图与丈夫沟通，但丈夫却冷酷地回应：你要么选择忍受，要么就离婚。不过你现在没有工作，离婚之后怎么生活？丈夫的冷漠让她心灰意冷，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。她决定重新步入职场，白天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后，便开始四处寻找工作。幸运的是，凭借之前的经验和技能，她很快在一家小公司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。她从头开始，凭借在大公司的工作经验，不到1年时间就打开了市场，获得了升职加薪的机会。当她的丈夫意外回家时，她正准备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耍。此时的她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干练和美丽。当她看到丈夫时，她坚定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：我现在不再选择忍受了，我们离婚吧。令她意想不到的是，丈夫此刻却后悔不已，不断认错并试图挽留她。这位网友在分享这段经历后感慨道：女人最重要的是自立，没有自立的能力，仅仅依附于男人而活，即使再美再漂亮，也终将被男人所厌弃。女人最好的状态是与那个优秀的男人并肩而立，各自精彩。我们要和爱的人并驾齐驱，而不是成为他身上的累赘。一位著名的离婚律师曾经说，男人想要安全地包养小三，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把女人圈养在家里。一旦圈养在家里，就像温水里煮的青蛙，不知不觉中丧失了挣钱的技能、经济自主的能力，甚至独立决断的魄力，最终变成了依赖他人、柔弱无依的藤蔓。因此，女人想要好命，便不可轻易陷入依赖他人的陷阱。因为当你习惯于依附，当那一天突然降临，你必须失去这种依赖时，你的整个世界都会随之崩溃。独立行走，即使步伐缓慢，也能让我们更加坦然地面对生活。5. 好命的女人能量大。一个人过得好不好，从他自身发散出来的能量可以看出来。日常生活中，每个人的内在都蕴含着一种无法估量的能量，这种能量是我们心灵的护盾，使我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坚韧不拔，走出低谷。当女人以积极正面的心态去迎接生活时，她会逐渐变得更加坚韧和自信，她的内在能量也会因此不断汇聚，变得越来越强大。与她相处，你会感受到她那份独特的自我和自信，她有着坚定的主见和清晰的人生方向。对于生活，她始终保持积极的态度，不畏惧未知的未来，也不沉溺于自怨自艾的情绪中，而是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。只有那些敢于挑战自我、不断超越自我的人，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实现内心的渴望，获得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。同事高姐不幸遭遇了丈夫的背叛，她的丈夫最终选择了与第三者在一起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她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消沉。她困惑于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，为何会面临婚姻破裂的残酷现实。然而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思考，她渐渐明白，她不能再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一个没有结果的事情上。她选择了坚强地振作起来，将自己的心思全部投入到了工作中。当公司决定开展一项重要的项目时，她毫不犹豫地主动向领导推荐了自己，希望能借此机会增加自己的经验和技能。在项目的跟进过程中，她卓越的专业能力和出色的表现，赢得了公司领导的赞赏和认可。随着事业的逐渐顺利，爱情也悄然降临到了她的身边。拥有高能量的人，即便在面临重重挫折时，也能调整自己的心态，重新扬起前行的风帆。他不会轻易让生活击败自己，相反，他能在每一次挫折中汲取力量，变得更加坚韧不拔，持续努力，以创造自己心中所向往的生活。
他总能在生活的考验中不断超越自我，实现自我提升，最终遇见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。6. 好命的女人内心坚定。生活的面貌可以如阳光般灿烂，亦或似阴霾般沉重，而一个女人的命运往往由她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她内心的坚韧所决定。人生如同一场以假乱真的修行，幸福或是不幸皆由你的内心所决定，一念之间或许就是福祉与困苦的分界。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独一无二，然而生活的走向却常常随着心态的起伏而变化，唯有保持良好的心态，才能迎接命运的眷顾。即便生活给你的是一副不尽人意的牌局，但只要内心坚定，你仍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命运，甚至活出别样的精彩。很多人都知道胡静是一位翻译家，他曾将来兮回家、梦想、在路上、带着脑瘫去生活、数学家的艺术生活等5部著作翻译成中文，累计字数高达112万字。他的作品不仅丰富了中文读者的精神世界，也展现了他对文学翻译的执着与热爱。然而，胡静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他自出生起就面临着命运的严峻考验——脑瘫。这一残酷的病症让胡静无法正常上学，但他并未放弃对知识的渴望。在家中，他依靠听录音机的方式学习，用自己的方式学习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，胡静找到了新的学习途径。他学会了用下巴敲打键盘，这种独特的方式让他能够与外界交流，更让他找到了翻译这一能够展现自我价值的舞台。然而，命运似乎并未因此而放过他。2015年，胡静因为颈椎受伤而不得不接受手术，他的颈椎里被打入了2根钛棒和14颗螺丝。这次手术让他的下巴无法再过度使用，但胡静并未因此而屈服。他开始学习用左脚打字，右脚操作鼠标。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，胡静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翻译的执着。他用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痕迹。因此，我们无需因生活的不公与个人的遭遇而怨天尤人，因为这样的抱怨既无法改变现状，还可能无形中为自己引来负面的能量。命运并非完全由天意决定，个人的选择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想知道一个女人是好命还是苦命，看她的心就知道了。当我们选择以积极和努力的态度面对生活，自然能够发现更多的希望与可能，好运也将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